這是一幅和甲午戰爭有關的畫作，它的作者叫右田年英。畫中的內容是威海陷落以後，北洋提督丁汝昌向日军投降的场景。實際上，這是一幅假想圖。公元1895年，甲午戰爭打到了威海，中日雙方出现了一個巨大反差。日本國內已經開始討論戰後談判條件，而在劉公島和威海灣，北洋艦隊仍在等待援軍。一邊是已經在結算勝利，另一邊還在等待奇蹟。威海前線軍情緊急，北京那邊呢已經有人開始追責，說不殺丁汝昌，海軍不振。威海衛不是單純的一次戰敗，它更像是一條分界線。從這一刻起，清帝國已經沒有能力再把戰爭打下去。1月20日，日軍在山東榮成灣登陸。2月2日，威海衛陷落。2月5日，日軍魚雷艇夜襲威海灣。2月9日，北洋旗艦定遠引爆自毀。2月12日，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2月14日，簽下降書，威海衛之戰結束。整場戰爭的進展是比較迅速的。我們今天也主要圍繞這條時間線來聊聊這麼幾個關鍵問題。第一呢，日軍是怎麼一步步攻進威海衛的？第二，夜襲威海灣，日軍用了什麼戰法？第三，是誰下令炸毀了旗艦定遠？第四，丁汝昌的人生歷程。威海衛是先有陸戰，後有海戰。那麼接下來呢，讓我們把鏡頭拉回到1895年的威海，從第一個時間節點開始，先把這個轉折講清楚，後面的所有事呢也就能夠串得起來了。威海位於山東半島東部，三面依山，東面朝向大海，群山環抱，形成天然海灣。海灣口還有一座劉公島。北洋海軍選定威海作為屯泊基地以後，在南北兩岸群山之間修築了炮台群。劉公島朝向大海，炮台群分列左右，海陸配合就構成了基本防禦結構。從形制上來說呢，當时的威海歸文登縣管辖，設立軍港以後，所有的軍事建設、防務安排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全權指揮。一定程度上呢，威海就像是北洋在山東的一塊飞地。旅順失守以後威海衛形勢日漸緊張。李鴻章一邊催促威海守將修築工事，一邊反复提醒務必死守炮台。在給威海的電文中，他措辭動情，說半載以來，淮將守台守營者毫無不至，遇敵即敗，敗即逃走，使天下後世大恥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須爭一口氣，捨一條命，於死中求生，容莫大焉。什麼意思呢？大致是說開戰半年以來，不論守炮台還是守城池營寨的，基本上和日軍是一觸即潰，實在是太丟人了。你們但凡還有點良心，就爭口氣，捨生忘死，千萬要守住威海。威海的陸路主力是绥拱軍，統領叫做戴宗謙。這支部隊原本是由吳大成在吉林編練的，後來歸入了北洋海防。戴宗謙其人，安徽寿州人，和以往我們介紹的甲午人物不太一樣的，這個人是廒生出身。廒生是什麼呢？簡單理解，這就是最高等級的秀才，名額上一般受到嚴格控制，享受國家津貼。廒生熬到一定程度，經過選拔可以成為贡生，進入國子監讀書。戴宗謙這個人長期參與威海軍港和陸防建設，對地形、道路、炮台位置十分熟悉。威海的南北两岸分布着一連串的炮台和營房，名義上有多個營隊，但是兵力很是分散，互相之間難以照應。戴宗謙本人呢，統領绥軍，駐守威海北方炮台群，分统劉朝佩統領拱軍，駐守南方炮台群。南北两部分绥拱軍共計有11營兵力。除此以外呢，還有一支護軍，這是淮軍嫡系部隊，原本是李鴻章的親兵護衛營，幾年之前從旅順調防劉公島，由李鴻章的外甥張文宣統領，共計4營兵力。綜上所述，防守威海的陸軍有大約7000人左右，除去駐守劉公島的護軍以外，實際威海陸地的防禦兵力只有绥拱軍大約5000人左右。威海的南方炮台群包括扼守海口的龙廟嘴、鹿角嘴、趙北嘴这么3座炮台，以及陽峰嶺、謝家索、摩天嶺這3處陸路炮台。
北方炮台群規模要更大，包括G4台黃泥溝、北山嘴、白頂、九峰頂等等炮台。另外啊，海中的日岛炮台也归绥拱军驻守。这些炮台总计有各型火炮100多门，把5000人分摊到每个炮位上，每个炮位不到50人。以这样的兵力进行部署，不要说出击了，连自守都成問題。日軍如果像在旅順一樣集中優勢兵力逐個擊破，後果是不可想象的。幾路人馬各有來歷，遇到大戰最怕的就是各有各的想法，卻沒有一個更高層的總指揮能把大家拴在同一條繩上。威海路上的情況可以說是還沒開打就已經注定了結局。李鴻章是主張守的，他的想法呢相對比較務實，兵少地闊，出去迎剿容易被各個擊破，只要挖好壕溝，布好地雷，把交通要道卡死，就能給後方調兵海上機動爭取到時間。那麼戴宗謙呢是更傾向於戰，他覺得不能一味的縮在炮台裡邊等着挨打，應該抽出機動兵力前出迎擊，在敵人立足未穩的時候打退他們。兩種思路啊本來都能夠講得通，但是一旦落到威海，這個地形、這個兵力、這個對手就成了生死之差。這是陸軍方面的反應。海軍方面呢，提督丁汝昌緊跟着表態。丁汝昌啊是在海上和日軍交過手的，對敵方的訓練、火力、行動力都有直觀感受。他並沒有直接評論戴宗謙的策略，而是提出，如果陸軍離開炮台，萬一出擊不利，敵人一旦趁虛佔領炮台，海軍的軍艦可就岌岌可危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大炮的射程已經覆蓋到劉公島，這玩意兒啊，自己人掌握是國之利器，被日本人拿在手裡邊一樣要命。李鴻章收到這樣的回應啊，心裡邊一下子有了依靠，語氣呢也就更硬了，對戴宗謙的迎剿主張多次表示不以為然，甚至是大加斥責，只催他盡快把壕溝工事挖到位。這樣一來二去，日本人的部隊可就到了眼巴前了。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灣大舉登陸，戴宗謙仍然照着自己的路子走，先從北方炮台抽兵前出，想在榮成方向予以攔截，在橋頭集一帶和日軍交火沒能得手，李鴻章呢接連電催讓他收縮兵力，老戴只好改在南方炮台群的外圍依托一些險要設防駐守。1月23日，李鴻章又給丁汝昌發了一封密電，意思呢也很直接，要求他如果日軍撲向南岸，先看劉超沛能不能死守，如果有敗退跡象，水師要立刻派人上岸，把炮台上大炮的炮栓拆下來丟進大海，免得被日軍接手使用。丁汝昌得令不敢怠慢，馬上開始着手準備。威海南方的海岸炮台是朝向海面的，為了防止日軍從後方偷襲，劉超沛專門修了一條胸牆工事。好巧不巧，有一處龍廟嘴炮台位置和其他炮台相距比較遠，被劃在了胸牆工事以外。丁汝昌、劉超沛、張文軒商量以後呢，覺得這個龍廟嘴炮台屬實難守，於是拆除了火炮的重要部件，準備必要的時候棄守龍廟嘴。李鴻章對這個安排最初沒有異議，但是戴宗謙得知以後勃然大怒，他認為啊，還未見敵就自行棄守要塞，等於是自斷手腳。更讓他受不了的是，這麼大的動作竟然沒人和他商量。李鴻章一開始呢，聽了戴宗謙的說法也覺得有理，反過來申斥丁汝昌，說丁係戴罪圖功之員，乃膽小張皇如是，無能以擊。甚至要求劉超沛恢復龍廟嘴布防，警告如果不占棄台，一律軍法處置。李鴻章啊，遠在天津，只靠電報上的那麼幾個字兒，很難理解龍廟嘴究竟孤懸到什麼程度。於是呢，急電煙台，請出自己的老部下，曾經參與威海炮台修建的劉涵芳，讓他到現場查看。劉涵芳呢，很快回報說丁汝昌的擔心確有根據，但是戴宗謙也拍胸脯說龍廟嘴可以守住。最後李鴻章呢，選擇了保守方案，下令讓龍廟嘴恢復防守兵力。就在調查龍廟嘴的時候，劉涵芳發現了一個更糟糕的情況。
丁汝昌和戴宗謙啊，分別统領海陆軍，但是这俩人彼此间有意见，有事商量了，也是尽可能的不见面。圍繞龙廟嘴是弃是守的争执，就是一大例证。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過的，清軍在甲午戰爭期間一大弊端，大戰在即，海陸兩方主將不和，沒有級別更高的這個統帥從中協調，上面有電報催促，下面好像拆盲盒一樣，各憑經驗辦事，這樣也就在無形之中給威海保衛戰埋下了隱患。1月26日，乙未年正月初一，李鴻章再次致電威海諸將，言語間滿含擔憂之意。吾令戴與丁面商妥辦，乃來電負氣相爭，毫無河中籌商萬全之意，殊失厚望，吾為汝等憂之，恐重蹈旅順覆轍，只有與汝等拼老命而已。1月30日，這天是天寒地凍，日軍已經逼近虎山和南北湖口，這是通往威海南邦炮台群的最後一道隘口。戴宗謙啊，是親自領兵迎戰，苦苦支撐幾個小時，因為兵力和戰鬥素養差距太大，不得不退兵而去。他到這個時候才真正體會近代戰爭的殘酷，深刻明了自己一方戰鬥力的不濟，以及日軍作戰的兇猛程度。在進攻虎山和南北湖口的同時，日軍第6師團主力繞向威海南邦炮台群，和這夥日軍對抗的是隨拱軍分統劉超沛所部。劉超沛這邊啊，原本有6個營，有2個營被戴宗謙抽走前出設防，這會兒只有4營兵力，不到2000人，而且全部分散在各個山頭。戴宗謙呢，中了日本人調虎離山之計，錯誤判斷形勢，導致南邦炮台群被趁虛而入。說南邦炮台群外啊，有一座摩天嶺，山勢險要，道路崎嶇，這是外圍的一個制高點。原先沒有炮台，局勢吃緊，臨時築起土圍子，拉來幾門80毫米口徑的克弩伯。守在這個摩天嶺的是營官周家恩的拱軍新右營，人數不到400，沒有營房，沒有彈藥庫，連續幾個月，周家恩領着士卒只能在冰雪和寒風裡硬撐。為了奪取制高點啊，日軍以3個大隊的絕對優勢兵力，分3路向摩天嶺炮台發起攻勢。根據日方記載，當時呢立即遭到中國守軍的猛烈還擊。摩天嶺周家恩所部儘管都是新兵，但是對布防做了很多準備工作。戰鬥打響以後不久，清軍就引爆了事先埋好的電發地雷，只不過這個地雷效果很是不盡人意。說有一處啊，5個地雷一起爆炸，咕咚冒起一股黑煙，響聲是驚天動地，泥土炸得好像雨點一樣落下來，但是實際威力小得可憐。除了有1名日軍的手指負傷以外，其他都沒事。這個戰鬥啊持續了1個小時左右，日軍發起總攻。這個山坡上除了預埋大量地雷，守軍們啊還搭設了密密麻麻的鹿角。這種中國古代廣泛使用的玩意兒，到了這會兒沒想到還能發揮作用。日軍的這個攻勢呢也明顯被拖慢下來，也僅僅只能是拖慢。很快有日軍的工兵小隊前出，為主力部隊掃清障礙，後續的日軍立刻發起衝鋒。這周家恩啊，人送外號周三麻子，打起仗來不含糊，可惜好虎架不住群狼。眼見日軍殺到近前，火炮已經指望不上，土圍子更是擋不住日軍，守軍們寡不敵眾，這400來人啊，最後打的只剩周家恩一個，還是身負重傷的狀態，咬着牙拖着身子撤退，最後就凍死在了雪谷之中。摩天嶺的制高點一丟啊，南邦炮台群一串陆路炮台馬上吃緊。之前弃守又恢復的龙廟嘴炮台被日軍幾乎兵不血刃佔領，奪取了龍廟嘴，就脅迫俘虜裝填炮彈，攻擊北洋海軍的軍艦。一個龍廟嘴得了手，日軍集中兵力開始逐個拔除推進。南邦炮台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下，只1個上午的時間，除了赵北嘴炮台仍在堅守以外，其餘的南邦炮台全部淪陷。照理說这個南邦炮台群啊大势已去，可就在這個時候呢，發生了幾個極具戲劇性的事兒。
說日軍進攻摩天嶺方向的指揮官啊，叫做大肆安纯，军衔是少将，职務是第6師團第1旅团長。摩天嶺打下来以後，大肆安纯登上炮台查看，隨軍的记者叫遠藤飞云，不失时机的对他进行採訪，還拍了照片留念。就在这個時候，平地裡一聲驚雷，北洋海軍的軍艦發射的炮彈不偏不倚，正好命中這裡。那個記者遠藤飛雲啊，是腹部中彈，傷勢過重，當場毙命。大肆安纯呢，是胸口要害中了彈片，在野戰醫院一命嗚呼，樂極生悲。這個大肆安纯成了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陣亡的最高級別陸軍將領。另一件事就更加鲜為人知，南邦炮台接連失守以後啊，北洋海軍從大海上派來一伙水兵，大概300来人。這個隊伍呢，在登陸以後的戰鬥力讓日軍感到驚訝，整體素養遠遠超過以往所遇到過的所有中國陸軍。這些人好像全都抱着必死的決心和日軍展開激戰。甲午戰史專家陳岳啊分析認為，日方記載提及的這支隊伍啊，應該屬於北洋海軍中的陸戰隊。北洋海軍呢，學習的是西方制度，軍艦上設有被稱為洋槍隊的陸戰隊，人員以安徽籍居多，平時負責的是軍艦上的紀律糾察，戰時可以編隊登陸作戰。就在陸戰隊和日軍交戰的時候，南岸最後一座還飄揚着龍旗的炮台趙北嘴炮台也失陷了。水師提督丁汝昌得報以後啊，心急如焚。這趙北嘴炮台是威海南岸火力最猛的一座，為了避免资敵，丁汝昌又派出魚雷艇搭載敢死隊登陸上岸，趁着日軍立足未穩，攀岩而上，衝進趙北嘴炮台，拆掉炮栓，毀壞炮膛，炸毀彈藥庫。這支敢死小分隊最終只有8人全身而退，其餘全部陣亡。趙北嘴的大炮被毀，威海南岸的戰鬥啊也接近尾聲。海軍陸戰隊啊會同從趙北嘴逃出來的人兵合一處，堅持戰鬥到底，最後被日軍啊合圍逼到海邊，直到全軍覆沒，沒有一個人留下名字。現在只能順着日方記載，能夠了解到當時幾乎無一人逃脫或者投降，有的不願被俘虜，剖腹自盡，有的游到海裡遭到射殺。海岸上是积屍累累，海面上大片海水完全變成了紅色。前面提到戴宗谦啊率領隨軍前出，到南邦炮台群的外圍攔截日軍。這一天的隨軍幾乎全軍覆沒，有一部分逃往寧海煙台方向，有一部分打到只剩下10幾個人，跟隨戴宗謙撤往北岸。共軍統領劉超沛同樣是九死一生，在戰鬥中膝蓋中彈負了傷，被幾名士兵從南岸前線抬到北岸和戴宗谦會合。南岸的群山之間啊，一面面太陽旗依稀可見，兩個曾經存在不同見解，甚至爭得面紅耳赤的將領，此時此刻成了难兄難弟。轉一天清晨，丁汝昌乘船來到北邦炮台，和戴宗謙商量對策。重傷的劉超沛被送往醫院。要想保住北邦炮台，這會兒唯一的希望啊，就是山東省能派來援兵，或者從宏觀角度出發啊，威海能不能夠守住，關鍵要看山東巡撫能不能和李鴻章和衷共濟。這個山東這會兒是什麼情況呢？山東的新任巡撫叫李秉衡，由於分屬不同派系，這個人对威海的防務多有掣肘，給上頭的奏章啊寫的是義正言辭，背地裡算盡心機，不顧大局。接到威海方面求援的電報，李秉衡啊的確是派了援兵，但是磨磨蹭蹭，暗中作梗，他們一直在路上，始終没有到達前線。威海這邊啊，日軍已經逼到眼前，戴宗謙是有心殺賊，可是無力回天。四處的潰兵還沒來得及收攏，僅有的一營新兵全員望風而逃。到2月1號，整個威海北岸只剩下祭祀台炮台統領戴宗謙和19個隨軍官兵，以及不遠處北山嘴炮台、北邦炮台總稽查段祺瑞和麾下的200多炮手。人去楼空，淒淒慘慘。這天夜裡，丁汝昌再次上岸。相比南邦炮台，北邦炮台的火力可以更加輕鬆地覆蓋到劉公島。眼見堅守下去已經意義不大，
甚至還可能迫使海軍遭到反制。丁汝昌下令自行毀棄北方炮台。听到要毀棄炮台，戴宗乾回过神来，言辞激烈，說：“守台無職也，兵敗地失，早將燕亡。吾唯有一死以報朝廷耳。”就是說我呀，奉命守護炮台，如今遭遇失敗，炮台不保，我能去哪兒呢？只有以死相報了。丁汝昌呢也沒和他爭論，吩咐水兵一擁而上，把他架走。北岸的殘兵們也在丁汝昌命令下一併撤入劉公島，同時安排自毀炮台，以免落入敵手。戴宗乾啊，身穿一件青面羊皮襖，頭戴一頂瓜皮帽，衣衫烏黑，面色灰敗，被人搀扶着離船上島。向扶他那俩人還說了句：“老弟，謝謝你們了。”接着就長嘆一聲，自言自語說：“我的事兒啊，算完了，單看丁軍们的了。”到了劉公島的第二天，因為內疚於沒能守住威海陸路，戴宗乾喝了大煙自盡了。但是呢，又因為藥力不夠，抬到臨床上，又掙扎着坐了起來。北洋海軍康濟號管帶薩鎮兵當時守在旁邊，又讓他喝了一點大煙，痛苦彌留，折騰到深夜，含恨而逝。1895年2月2號，日軍第2師團進占威海衛城，威海陸路全部失陷了。1895年2月4日深夜，清光緒21年正月初10，春節剛過，但是連日經歷浴血廝殺的劉公島和威海灣一片肅殺，路上已失，援軍未到。碼頭不遠處停靠着一艘龐然大物，雙桅杆雙煙囱，這就是北洋海軍的旗艦定遠。定遠和姊妹艦鎮遠都是李鴻章向德國伏尔羌造船廠花重金訂造的一等鐵甲艦，排水量7220噸，主要武器是4門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后膛巨炮。軍艦的中部環繞着厚度達到305到355毫米的鋼鐵複合裝甲，無論是體量規模還是戰鬥力，定遠都是當時的亞洲之最，和鎮遠一起被譽為亞洲第一巨艦。為了監督造船質量，李鴻章曾經選派福建船政後學堂駕駛班第1期畢業的優秀軍官劉步蟾趕赴德國學習。定遠下水以後呢，在1885年和同期建造的鎮遠、濟遠一起升掛龍旗回到祖國，從此成為北洋艦隊主力。劉步蟾呢，被任命為定遠艦長，從此人和艦生命融為一體。甲午大東溝海戰發生的時候，定遠、鎮遠相互掩護，彼此配合，始終苦戰不退。當時定遠的艦炮威力已經沒法再對日本軍艦構成大的威脅，但是厚重的鐵甲仍然具有極強的防護力。整場戰鬥中，定遠中彈超過159處，卻沒有一處穿透鐵甲觸及要害。海戰進入尾聲以後，北洋多艘軍艦先後脫離戰場自救，戰場上只剩下定遠、鎮遠這2艘主力艦對抗日本海軍主力。日艦據力還攻，卻又無可奈何，最終只能退出了戰鬥。海戰過後呢，北洋艦隊元氣大傷，4艘軍艦戰沉，幸存的定遠等等軍艦也都是傷痕累累。緊接着遼東戰事緊張，荊州、大連灣、旅順接連失守，還在搶修的艦隊啊，被迫離開旅順維修基地，撤到停泊基地威海劉公島。1895年1月，日本發動山東半島戰役，水陸並進，兵鋒直指北洋海軍。定遠呢，率領殘存的軍艦，冒着擱淺的風險，盡量靠近岸邊，以艦炮火力支援陸軍作戰。就是這個期間，有一發炮彈正中摩天嶺，擊斃了日軍旅團長大肆鵪鶉。由於威海陸路守軍兵力單薄，南北兩岸很快被日本陸軍佔領，日軍陸海兩方面對劉公島和北洋海軍實現合圍。劉公島是一個天然屏障，橫在威海灣正中央，把威海南北兩岸之間的海面分成2個灣口。甲午戰爭期間啊，威海守軍分別在南北口用鐵鏈、木排、水雷組成了一條封鎖線，北洋艦隊就依托這條水下工事，和劉公島日島炮台互相呼應，緊緊扼守威海灣。日本陸軍雖然佔領了威海陸地，卻對北洋艦隊束手無策。日本海軍呢，
嘗試從外海強攻入灣，也屢次被擊退。最後呢，日本聯合艦隊採用了一個更加冒險的打法，他們派出魚雷艇，趁着夜色摸着黑冒險越過封鎖線进入威海灣，偷袭停泊在港中的北洋軍艦，一點點消耗北洋海軍的有生力量。說2月5號這天凌晨，劉公島附近突然槍炮大作，日軍派出10艘魚雷艇，中間有擱淺的，有發生故障的，實際進入威海灣共計7艘，魚貫而入，隨後撲向劉公島附近。北洋海軍連日來是枕戈待旦，很快有巡邏艇發現異常，雙方緊跟着就發生交火，打了起來。劉公島有個制高點叫做旗頂山，旗頂山上有探照燈，海面上這個槍炮聲響起來以後，山上的探照燈馬上打開，向着海面掃射，用來尋找鎖定敵艦目標。這一開燈可不要緊，燈光照射之下，定遠艦在黑夜中顯現出來。敵艦没有鎖定，反倒讓敵艦鎖定了定遠。7艘日本魚雷艇分成2波，輪番圍攻定遠，雙方距離很近，魚雷艇是又小又快。定遠的主炮已經無能為力，只能依靠機關炮和步槍進行反擊。日軍的第一波攻擊，有的魚雷沒能順利發射，有的打偏了，有的被火力逼退。其中有一艘呢，因為故障沒能發射魚雷，帶着滿身60多處彈傷脫離隊伍，最後呢觸礁損毀了。第二波攻擊開始以後，3艘魚雷艇向定遠發起進攻，其中有2艘都被打退。等到最後一艘，日本第9號魚雷艇發射魚雷，擊中了定遠艦左舷尾部的水下艦體。幾乎是同一時間，定遠用艦尾的150毫米口径副炮擊中日軍第9號，導致這艘魚雷艇鍋爐爆炸，漂流到威海灣洋街灘附近，轉天被北洋海軍俘獲了。但是对於定遠而言，這一顆魚雷已經決定了他的結局。說不是鐵甲艦嗎？裝甲厚達300多毫米，大東溝那種大型的海戰都沒打穿，怎麼就被魚雷艇給打穿了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定遠艦的設計。定遠艦中部的彈藥庫、輪機艙，這些要害部位是被重點防護的，周邊呢環繞着厚重的裝甲。但是軍艦尾部主要是軍官寢室、會議室，並沒有額外的裝甲防護。在被第9號魚雷艇擊中艦尾以後，立刻引起大量進水。定遠艦上有提督丁汝昌和艦長劉步蟾，兩人經過協商，鑑於劉公島不具備維修能力，為了保住這艘旗艦，他們一邊想法搶救抽水，一邊冒死向煙台方向突圍。可是剛從錨地出發沒多久，大量海水就咕咚咕咚湧進來，艦尾已經開始下沉，水勢完全沒法控制。這樣下去還沒到烟台就会沉沒。丁刘二人趕緊下令調轉方向，往劉公島東部海灘靠過去，擱淺在了岸邊。這樣呢，既可以防止進水，又可以把定遠充當炮台。靠到岸邊就安排了潛水員下水查傷補漏。但是因為水急天寒，人很難長時間作業，搶救終究還是失敗了。那個海水一路淹進艦尾，蔓延到輪機艙，隨着鍋爐爐火熄滅，定遠徹底失去了蒸汽動力。沒有了蒸汽動力，主炮沒法轉動，沒法使用。原本想把定遠當作炮台的這個想法，這個設想也就徹底泡了湯。2月5號這天夜裡，定遠艦開始進行棄艦準備，把彈藥和小口徑火炮轉運到劉公島，全艦官兵集體和定遠告別，然後登陸上岸，暫時搬到海軍公所。艦長劉步蟾在登岸的時候情緒失控，放聲大哭，說自己既已失艦，必當以死謝罪，當場被部下勸住。來到海軍公所，劉步蟾再次表示自己已經做好殉國準備，希望大家不要再阻止。在定遠艦受傷以後，夜襲接連發生。2月6號，北洋海軍的來遠艦、威遠艦双双中彈傾覆沉沒。2月7號，日島炮台經過激烈炮戰受損嚴重，最後被迫棄守。2月9號上午，40多艘日本海軍艦船從外海向威海灣南口發起大規模進攻。丁汝昌呢，坐鎮靖远艦，親率剩下的幾艘軍艦與日軍展開搏殺。一場戰鬥下來，靖遠艦被威海南邦炮台的日軍用要塞炮擊中下沉。丁汝昌是痛不欲生，打算和靖遠一同沉沒，被下屬們救了起來。這時候的北洋海軍能拉上海面作戰的
大型軍艦已經幾乎損失殆盡了，外無援兵，內無糧草，港內與島上都已接近極限。也就在2月9日下午，定遠的最後處置被正式定了下來。擱淺在劉公島的東邊，理論上還有修復的可能，可是一旦劉公島失守，這艘鐵甲艦必然落入日軍之手，成為戰利品，甚至被利用。劉步蟾呢向丁汝昌請示，提出自行將定遠炸毀，寧可炸掉也不能留給日本人。請示隨即獲得批准，劉步蟾親自下令給定遠艦裝上炸藥引爆，從艦體中部炸出一個微型缺口，以極其悲壯的形式為國訓捷。就在這天夜裡，威海天降大雪，定遠艦長劉步蟾吞食鴉片，追隨着自己的軍艦自殺殉國。丁汝昌原名先達，字雨亭，安徽泸州庐江縣人。丁汝昌的早年經歷目前還是存在一些爭議的。一種說他早年家境貧寒，自幼給人幫工，後來參加了太平軍，又從太平軍投降到清軍，從此進入淮軍系統。另一種說法，根據清代檔案文書以及丁氏族譜等材料，說丁汝昌的出身雖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談不上十分貧寒。幼年的時候上過私塾，並且粗通文墨，書法不俗。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以後丁汝昌投入刘铭傳的明軍，但是並沒有參加過太平軍的跡象。再後來呢，因為有過水師管理經驗，被李鴻章舉薦統帥北洋艦隊。嚴格意義上講，丁汝昌是淮軍高級將領中的一個另類，有戰功，沒有個人勢力，被李鴻章看中的時候，甚至是根本沒有職務的閒散人員。他的性格是溫和且平易近人的，由此被李中堂認為易於駕馭，所以一步一步提拔，到1888年被正式任命為北洋海軍提督。不過丁汝昌的海軍提督不能簡單理解成今天的海軍司令，因為他的权力要受制于朝廷、海軍衙門、北洋大臣以及北洋海防营務處的层层管理。艦隊日常運作牽涉到的關鍵事務也分散到不同部門。海軍軍械補給由軍械局掌管，煤炭供應由開平礦務局負責，後勤維修則由旅順船塢工程局承辦。对這些部門丁汝昌沒有直接的指揮權限，很多時候只能協調催辦。在艦隊內部，丁汝昌更多的是負責統攬全局，至於艦隊訓練等等技術性工作，主要由他麾下的左右翼總兵具體推動。左翼總兵鎮遠艦管帶林泰增，右翼总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丁汝昌曾遭到過部分中高层軍官的排擠，但是他和杨远以及中下層官兵之間的關係相對是比較融洽的，這些人願意支持他，跟着他做事，因此呢，他仍然能夠壓住場面，也能夠駕馭住艦隊。在國際上丁汝昌当時也颇具声望，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呢是他和日本近代海軍創始人盛海舟之間的私人交情一向很好。1891年北洋海軍訪日期間，丁汝昌的個人魅力吸引了這位明治維新的元老，兩人互赠刀劍，往來密切，情誼深厚。甲午戰爭期間雖然已經成為敵人，但盛海舟呢，據說仍然日夜關心丁汝昌，關心的程度甚至高過他的學生出任日本联合舰隊司令的伊东佑亨。時間轉眼來到1895年，日軍登陸榮成灣，攻占了威海衛。丁汝昌在劉公島和北洋海軍將士在日軍海陸合圍之下進行了最後的戰鬥。他們這邊和日軍交手，北京那邊的清流派們在想方設法置丁汝昌於死地。緊接着呢，日本海軍夜襲威海灣，定遠中彈擱淺，劉公島隨後人心大亂。2月8號入夜以後島上軍民人等有好幾百人，裹挾着護軍統領張文宣來到丁汝昌所在的鎮遠艦，糧饷彈藥幾近斷絕，這些人是你一言我一語，希望丁汝昌給一條生路。威海水陸營務處道員牛長炳和各艦管帶楊元也紛紛來到鎮遠艦和丁汝昌商議對策。有人提出投降，遭到拒絕以後，席間有人落淚哭泣。丁汝昌轉命楊元、瑞乃爾到甲板上設法安撫鬧事的軍民，沒有外援，強敵環伺，劉公島已經沒法再守下去。
旅順大屠殺剛發生沒多久，再這樣打下去，劉公島上幾千條性命啊，也難免要遭受屠戮。這些人的生死在這一刻就都攥在了丁汝昌手中。當天晚上啊，他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就說如果等到2月11號還沒等来援軍，那時候自然會給大家一條生路。2月9號上午，靖遠艦被炮火擊中下沉，下午人們把定遠艦炸毀，轉眼就到了2月11號。這天白天啊，日軍再次發動強攻，丁汝昌率領眾人勉強擊退日艦。到了深夜，之前許諾的期限已到，海軍公署的門前啊，擠滿了等待消息的軍民。午夜之後，開始有人哀求活命。丁汝昌身邊啊有個親信叫陳恩濤，這人早年呢有過英國留學的經歷。丁汝昌呢就轉回身問這個陳恩濤說：“西方國家的海軍如果遇到這種境地，都會怎麼處理呢？”陳回答說：“說外國兵敗有情願書服之力。情願書服應該作何解釋呢？應該就是指願賭服輸。”陳恩濤在之後呢又具體說明了一些例子。丁汝昌這時候終於做了決定。當天晚上啊，他幾次下令讓人將镇遠艦炸沉，但是已經無人執行命令了。那些水手們啊，只顧哭求，沒人動手。夜半孤燈之下，丁汝昌提筆寫信給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他提出停戰，同意投降，現有的軍艦、炮台、軍械都可以交出來，但是要求日方不得傷害拘留島上的軍民百姓，允許他們出島回鄉，並請英國水师提督從中作證。同一天夜裡，他给李鴻章也寫了封信，交代前因後果，因為一旦停戰，就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丁汝昌啊，選擇把責任集中到自己身上，不讓島上那些人再受牽連，不讓下面的人背負投降的骂名。做完這些，他沒有再拖了，端起泡着鴉片的酒杯一飲而盡。要下去以後，痛苦煎熬到2月12日，丁汝昌殉國而死，時年59歲。同一天的夜裡，李鴻章的外甥护军统領張文宣也服毒自盡了。丁汝昌死後啊，牛長炳等人繼續和日方展開談判。伊東佑亨呢，在沒有徵得日本大本營同意的情況下，直接答應了中方提出的有條件投降。1895年2月14日，刘公島降約正式簽署了。日本海軍同意不傷害、不俘虜劉公島的軍民人等，镇遠、濟遠、平遠等10艘軍艦被编入日本海軍，北洋海軍全軍覆没了。3天以後，練習艦康濟號帶着丁汝昌等人的靈柩緩緩離開了劉公島。日本聯合艦隊各艦鳴炮致哀。有關丁汝昌的結局啊，還有另外3種不同說法。這一種啊，是說2月11號當天，有英國海軍顧問鼓動投降獻艦，部分北洋海軍叛軍持械要挾丁汝昌向日軍投降，丁在萬般無奈之下服用鴉片自殺。另一種說法呢，是說當天有水兵發生哗變，丁汝昌退回室內，走投無路，只好開槍自盡。第3種說法是丁汝昌啊拒絕投降而自殺，後事托付給了副提督馬格路等人。馬格路呢以丁汝昌的名義起草了投降書，向日軍投了降。丁汝昌的身後啊，清廷將甲午戰敗歸因於丁汝昌缺乏海軍經驗，因而下旨即沒家產，同時命令為死後的丁汝昌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3道銅箍象徵枷鎖，用磚封存在丁汝昌原籍的村頭，不允許下葬。直到宣統2年1910年，經過載巡和萨镇兵等人的奔走，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民國元年1912年，人們把丁汝昌的灵柩歸葬於安徽無為縣西鄉小雞山梅花地。幾經輾轉之後，終於算是入土為安了。到了文革期間，丁汝昌被當地村官挖墳掘墓，關內僅有的幾件陪葬品被搶劫一空，屍體也被拖到一旁焚毀了。直到2000年，才在當地政府的主持下將其墓地重新修復，死後仍然不得安寧。這就是這位北洋海軍提督的最終結局。1895年4月17號，清朝和日本在經過多輪談判以後，在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宣布戰爭結束。條約的主要內容有這麼5點：1.
中國向日本賠款白银2億兩；二，中国割讓遼東半島以及台灣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三，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作為通商口岸；四，中國允許日本在口岸投資辦廠；五，中國徹底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原因有很多，真要展開來講，1、2節課的時間恐怕都是不夠的。在漫聊甲午戰爭這個系列的最後，我想挑重點的來聊聊。戰敗的原因比較多的理解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有沒有這方面原因呢？肯定是有的，絕對是有的。但如果只歸納在某一個方面，顯然是不夠準確的。以當時的人力、物力、財力、國際關係、社會環境、朝廷法度，綜合來看，發展到19世紀末，戰爭勝負的分水嶺已經不是某一天或者某一場戰役所能夠決定的，而是要看究竟哪一方具備把戰爭持續推進的體系和能力。總結起來有這麼3個方面：後勤供應不能斷，指揮協調不能亂，戰力消耗能補充。這一點清朝沒做到的，而日本做到了。我們看魏海卫之戰，其實就能夠印證一部分。單看日軍的作戰邏輯是先由陸軍奪取周邊的要地，完成對港灣的合圍，迫使北洋艦隊退入灣內，行動受限。海軍呢，則是避免在外海與主力艦硬碰硬，轉而採取先封鎖，然後夜間滲透，持續襲擾，逐步削弱北洋的戰力與士氣。北洋海軍的核心困境並不在於沒有艦艇，而是在於艦隊的戰力難以被持續兌現。以定遠這類鐵甲艦為例，裝甲防護確實是讓對手難以用炮火直接貫穿要害，但是難以擊沉不等於不能擊敗。近代海戰比拼的從來都不只是艦體強度，而是整個艦隊的持續作戰能力，能不能穩定的供應燃煤和彈藥，有没有及时維修的船塢體系，能否盡快補充零件和人員，在種種壓力之下，具不具備穩定且高效的協同指揮體系。海軍的軍艦是高度依賴後勤的，燃料、彈藥、維修、零件，其中任何一環出現斷裂，都會迅速影響戰力，甚至淪為固定的標靶。北洋海軍最要命的就是該在手裡的東西不在手裡。煤炭靠人供應出了問題，彈藥到了關鍵时候供应不上，維修系統打起仗來不足以支撐，經費斷流，因為派系鬥爭批不下来。平時呢還能靠協調靠關係，到了戰時可就沒有慢慢來的選項了。種種不利因素反映到前線，就是我們以往看到的很无力、很荒唐卻又很真實的情況。很多时候明明能打，可是偏偏不具備打得動的條件。再往下看指揮體系的問題，我們之前講過，前線軍務繁雜，每一路都千頭萬緒，可是卻又總是缺少明確的負責人，很多決定全靠李鴻章一人統攝，效率低，而且不利於迅速反應。種種不利因素綜合作用之下，很快就釀成了惡果。上面有衙門，有大臣，有營務處，下面有左右翼，有各营管带，中間還有派系、人情互相不服，戰場上怕背鍋，大敵壓境，誰都不敢拍板，這樣的就形成了一個自我加速的死循環。局面越糟糕就越難以決斷，所以從朝鮮戰場打到遼東，再到山東，從黃海被人追到渤海，最後被毒死在了魏海灣。整套作戰系統其實從根上就已經落後於日本，可是偏偏死要面子，把瞧不起看不上當作習慣，自以為是泱泱大國，實際上早已今非昔比。清末的官場還有這麼個老毛病，就是救援慢到要死，追責快如閃電。人還在前線流血賣命呢，那個朝中的奏折已經雪花一般砸来。以丁汝昌為例，就能看出这有多要命。中間時間關係咱們沒有過多講，實際上清流派對他的攻擊從戰爭開始就幾乎沒斷過。每一步決策不只要面對戰場上的敵人，還要面對彈劾、對同僚、對名聲負責。於是很多事情呢就變得很畸形，大家都形成了一種默契，就是
不是按照戰場最需要的去做，而是怎麼不挨罵怎麼來。當決定這個戰爭走向的人們啊，只顧着保命、保民、保責任，那麼有誰來負責保勝利呢？丁汝昌的死啊，放在這種背景下才講得通。單純從戰爭結果來看，這個人我認為多少是有一點責任的，但是生命的最後又讓我们看到了其人格魅力或者是人性光環的一面。先替別人把活路彈出來，再用自己的死把最難看的責任收走。清朝的軍隊啊，不是輸在一場海戰，清軍是海陸兩線作戰都表現得不盡人意，有些甚至完全沒眼看。歸根結底，他最缺的是一整套可以長時間運轉，在消耗中仍然能夠續航調整的機制。從甲午戰爭往後看，對日本而言，1895不是收尾，而是一種新秩序的開端。從這一年開始，日本在海外的用兵和暴力擴張變得越來越頻繁，戰爭呢漸漸成為常態。這種節奏一路推進，到1937年規模變大，形勢變成全面戰爭，到1945年戛然而止。日本這一期間的蓄力啊，有這麼個關鍵因素，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日本政府用中國的賠款補貼八幡鋼鐵廠等等重工業建設。1897年開始設立鋼鐵基地，1901年投入生產，整個國家的相關戰略產業由此推動起來，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根據日本參謀本部明治27、8年日清戰史啊，歼滅北洋海軍只是他們的第一階段目標，第二階段的計劃是日本陸軍從渤海灣登陸，發動直隸平原大決戰，和清王朝一決雌雄，這才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最終目標。就在這個決戰計劃已經開始啟動的時候，李鴻章一行抵達日本，開始議和。這時候的日軍呢，兵鋒已經逼近山海關。所以從這一角度而言啊，馬關條約實際上是城下之盟，而甲午戰爭呢，就像是日本帝國敘事的分水嶺。條約中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是其後續逐步掌握東亞話事權的核心。台灣作為日本帝國向華南、東南亞伸展的戰略樞紐，它的效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戰爭時期。而遼東半島呢，則是個意外。甲午戰後啊，俄國、法國、德國基於自身利益，聯手介入中日有關協定，迫使日本放棄佔領遼東半島。這段呢，史稱三國干涉還遼。三國干涉促使日本更進一步的向英國靠攏，間接導致1904年日俄戰爭，同時呢，也改變了日本對國際秩序的策略。時至今日啊，甲午戰爭的屈辱老生常談，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的，早已經不是那些條款，而是歷史記憶。條款規定的是權利，是賠償，記憶卻可以塑造一種敘事，一種判斷。這個條約啊是可以終止的，但是記憶不會自動清零，而且一旦把歷史記憶變成政治語言，它就會繼續參與今天的選擇，悄悄抬高互信的成本，同時也會抬高退讓的難度。好了，讀歷史知善惡，感謝您的收看收聽，這裡是烽火照東南，慢聊甲午戰爭的最後一集。如果喜歡，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本期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